在这段视频里，一辆行驶中的日产皮卡，车厢右前角2个饮料杯竟然莫名其妙腾空而起，还你追我赶，上下翻飞，最后居然完美的空中对接，轻飘飘的杯子没被大风吹走，反而在原地漂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据说鸡贼的皮卡制造商正是利用了其中的原理，不用多花1分钱就能让皮卡的风阻系数减小，油耗降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观察行驶中的皮卡，只见车顶的气流分离后向下偏转，一部分变成向内旋转的分离涡，一部分沿弧线下偏，撞击车厢后门，使此处气压升高，推挤外侧的气流向上偏折离去，同时尾门的高压区又推动车厢里的空气向前运动，撞击驾驶室后侧，压力再次升高，转为上行，最后汇入主流，这样就形成了从尾门向前运动，沿驾驶室后侧向上运动的环流，但上行的环流会受到驾驶室侧面分离气流内卷的扰动而具有涡量，最终变成了螺旋上行的涡流。这种现象在风吹到窗台拐角时也会出现，当气流撞击拐角时，压力升高，会被压差推动上行，同时气流又被拐角偏转，出现涡量，就变成了车厢里同款的涡流，它像个隐形的剃须刀头，推动窗台上的水膜飞快打转。而说到剃须刀，通过计算机模拟车厢内的环流运动，可见在驾驶室侧面的分离气流扰动下，车厢前角确实出现了垂直涡流，从而将饮料杯托举起来，杯子靠侧面和底面的上行气流冲击压力来克服重力，如果上方杯子的底面被下方遮挡，就会失去一侧支撑，抬头下落，出现嵌套对接的动作，因此饮料杯垂直起飞其实是上行的环流导致的。据此有人提出，既然车厢内的环流是尾门兜风所致，那这尾门纯就是个阻力板，如果将其放平使气流顺畅，岂不是能减小风阻，更加省油？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为研究尾门对风阻的影响，有人测试了皮卡尾门在关闭和打开状态下，以相同速度和载重量行驶相同距离的油耗，发现尾门放平时阻力更大，燃油消耗更多。既然尾门放平气流顺畅，为啥风阻却更大呢？原来关闭尾门形成环流时，驾驶室的后壁板被环流冲击，气压升高，出现了向上递减的压力梯度，这处高压区会向后推挤车顶的分离涡远离壁板。这个现象起到的作用很关键，因为皮卡行驶中主要的风阻来自于车身正面气流冲击区的高压和驾驶室的后壁板以及尾门的涡流覆盖区的低压所形成的压差阻力，但尾门关闭制造出环流，将车顶分离涡推开，就可使驾驶室后侧的涡流覆盖范围和强度双双减弱，涡吸力显著减小，压差阻力大幅降低。而放平尾门虽然消除了车尾负压，但车顶的下偏气流失去阻挡，导致车厢里的环流和前端的高压区减弱，使车顶分离涡又前移回位，产生吸力。由于驾驶室后侧的涡流覆盖面积大于尾门，因此放平尾门的动作其实是用驾驶室较大的涡流吸力置换掉尾门较小的吸力，所以压差阻力比尾门关闭时更大，油耗也更高。因此让车厢里出现环流，等于给它加装了隐形的整流罩，只让尾门来承受较小的涡流负压。所以皮卡厂家分壁布花就可减小风阻系数，但为了锦上添花，厂家还特意将尾门宽度增大，并在顶面弄出几条凸棱，以便气流在车厢后端高压区的推挤以及凸棱的抬升作用下，更为顺畅的偏转离去，从而减小气流冲撞尾门所带来的湍流阻力。另外，偏折离去的气流还和穿过底盘的气流叠加成复杂的湍流，像一股前进的波浪，稳稳跟在车屁股后面同速运动。这种现象又给皮卡增加了隐藏的好处，比如车厢里珍贵的瓶子被意外吹飞，它就会像冲浪运动员一样被这股湍流波浪推着跑，一直跟在车后，所以皮卡还有空瓶防丢的作用。